打开无底的天窗，夜空点缀着星光，黑夜或许很漫长，却阻挡不了天亮。只要你驻守着希望，我懂你面对的困难，我明白坚持很难，别一个人承担，因为你并不孤单。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别害怕艰难，幸福就在前方。幸福就在前方。别害怕艰难，幸福就在你的前方。Good morning, Mom. Morning. Good morning, sir. Morning. Hey, where's Mama? I don't know. I knocked on her door, but she didn't come out. Go and call her again. Yes, sir. Mama! Mama! Sir, Mama's not in her room. Not in her room. Did you see her go out? No. Okay. 奇怪，她又跑到哪去啊？会不会去洗肾了？洗肾。上次不是自己去吗？这样更好，省得我们麻烦。 Yati, later you go to the dialysis center and take Mama home, eh? Yes, sir. 小姐，哎，阿丢，吃饭啦？哎，你吃过了吗？哎，刚吃过了。阿丢，你精神看起来很好啊。现在啊，每个星期都到医院去做2次康复运动，好多了。是啊，他现在很乖了，除了去医院做康复运动啊，他每天都按照医生的吩咐，在家也做运动。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吃的东西，你看都很健康。见过鬼还不怕黑啊！现在不像以前了，以为自己还算年轻，就胡乱吃东西，又不照顾身体。哎，对了，你们的孩子有3个月大了吧？上次你们送红鸡蛋来的时候，我刚好不在家，还没有当面跟你们道喜呢。哎，恭喜！啊，老朋友还客气什么？你妈好一点吗？还好，现在住在我弟弟的家。对不起啊。喂，林小姐啊？什么？我妈没有去洗肾啊？好好好，我马上去找她啊。丢啊，我有重要事情不能跟你们聊了。你妈有事啊？是啊，她今天又没有去洗肾呢，我得去找她。那快去吧。对不起啊。以目前市场的需要来看，家庭式设计仍然是最吃香的，所以3+1或者4+1的格局设计，买家一定会喜欢。可是我认为，喜欢家庭式设计的买家都已经进过场了。以目前的经济情况看来，这一批人是不可能再回头的。这一批人是最有经济能力的，他们绝对不会限于一间屋子。OK，Carol，你有什么看法？就算他们还会再进场，也绝不会做同样性质的选择。他们一定选择其他不同格式的类型。所以我认为，对不起。喂？What? Mama not at the dialysis center? Okay, you go and find her, okay? Hurry up.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我们说到了 showroom 的设计问题。OK，继续。我看过一些外国设计，他们都在走小型路线。最重要的呢是要有品味，因为现在的人都在追求与众不同。你是不是讲 Aaron 的 proposal？Aaron 的 proposal 已经取消了吗？对不起。大哥，什么事？妈不见了，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啊。你知道怎么一点都不紧张？我怎么会不紧张？我已经叫雅迪去找了，如果有消息的话，他会通知我的。你出来后我们一起去找他吧。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忙吗？我正在开会，我根本就走不开。好吧，好吧，我就去找，找到的话我再给你电话啊。长博，你在里面干什么？想不到就想不到，别做傻事。对呀，大不了我们现在一起在想，一定想得到的。长博，长博。我总在最深的绝望中，才体验到人生最美丽的惊喜。先入牌沐浴露，是你最好的选择。长波，你是吧？这句行不行啊？哼 ，marvelous。哦，一定是在冲凉的时候想到的，对不对？不亲身体会，怎么能够悟出其中道理呢？我们就用这句广告词包管代理商有一个美丽的惊喜。还是你行？对呀，本来就很怪。对不起啊。哼，哎 ，Sugar， 你在这里是什么？这是男厕哎。哎呦，你以为我想要进来的？我还不是为了来找传国。找我？你大哥在 reception 说什么？你妈不见了，叫你赶快出去见她。喂，别坐我来了。啊。哎，大哥。阿国，发生什么事啊？妈不见了，她没去洗肾中心，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听阿叶的工人家里说啊，妈一早就不在家了，我找了足足3个小时都找不到她。那二哥呢？他有没有去找？他说他有重要的会议要开，我问过他了，他以为妈自己去洗肾，所以没什么留意。他让妈一个人去洗肾？我上次不是跟他说过吗？叫他陪妈去洗肾的吗？上次啊，妈也是自己去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我怕你知道了不高兴，所以就不告诉你了。大哥，那现在该怎么办啊？别说那么多了，你走得开吗？我们去找妈吧。当时 Mr. Lee 就已经认为 Aaron 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你现在还提来干什么？我只是按照现在市场的需要，现在已经不流行什么家庭式了。那你是坚持要用 Aaron 的计划咯？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意思，就给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好不好？喂，二哥啊，有没有妈的消息啊？我怎么会有她的消息？我现在还在开会呀。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妈的不见快4个小时了，你还开什么鬼会啊？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计划就交给 Fred 负责。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散会。怎么样啊？哦，没有啊。好，谢谢你。还是没有。所有医院都打过了，都没有妈的消息。那还好，妈不在医院，证明她没出事。所有伯母认识的肾友，我都已经联络过了，她都不在他们那里。那她会去哪里呢？阿叶，妈有没有出现？我问你，妈为什么一个人跑出去的？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妈住在你家，你不知道。我听大哥说，前2天你让妈一个人去洗肾了。上回我叫雅蒂陪她来，只不过是2个人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她才自己一个人来的。阿叶啊，你不是答应我们要带妈去洗肾的吗？你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有多忙吗？我不可能每次都陪她来的。我怎么知道妈的反应这么大？说她一点就不高兴。你到底对妈说了什么？也没什么，她跟美珊发生了一点小摩擦而已。摩擦？什么摩擦？你到底对妈说了什么？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快点找到妈。听说你们的妈不见了，有消息没有？怎么会那么大意让她一个人跑出去呢？她身体又不好。前天她洗了肾，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儿子生日，要去巴沙买猪脚煮面线。今天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帮你们问问看那些肾友，看他们有没有见过他。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去找妈吧。我跟你们去。妈到底去了哪里啊？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是啊，你看平常喜欢去的4马路观音庙，我们都找过了，也找不到哦。那如果他有心事呢？他会去哪里啊？有心事。你就好了，说走就走，走了10几年，留下我在这里受苦，你又不理我，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辛苦？你记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好父亲，说我生了几个儿子，但是现在又怎么样呢？连一个儿子都不愿意照顾我，还说要送我去老人院呢。你以前说我臭脾气，叫我改过，我现在已经改了，但是他们一样不欢迎我，个个都讨厌我。你叫我怎么做？你教教我，去哪里才能找到你？我们没有说不要你。是啊，妈，跟我们回家吧。妈，你跑来这里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为了找你，我连工作都丢下了。你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喂，你还用这样的语气跟妈说话？妈，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只是什么？不要再演戏了好不好？在我们面前表示你很关心妈。传国，你不要加盐添醋可以吗？好了，妈现在没事了，你们就一人少说一句吧。有什么话今天晚上到你家才说吧。妈，我们走吧啊。妈，是回我们的家。我还不想回家。我看还是先带安提回洗肾中心洗肾吧，有什么话等洗完肾再说。那也好，妈，我们走吧。求之不得呢。这时候你还说这种话？不是吗？既然大家这么难相处，还要住在这里，搞到每个人都不开心。要不是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妈会离家出走。你是在怪我？谁怪你啊？我是说，阿伯生病不一定是妈的错。你是怪我过错吗？那我们的阿伯生病也是活该的。你说到哪里去了？早这一开始啊，就摆出一副不欢迎他的样子，也不用搞到现在自己的家里啊闹到鸡犬不宁啊。你说够了没有啊？还没有呢。雅弟 ，Yes, Mom. 雅弟 ，Back Mama things. She's not going to stay here anymore. 你这是干什么？妈又没说不回来。她都跑出去了，还会厚着脸皮跑回来这里住吗？你 ，Come in, come in. 大哥，传国。阿爷，没事。大哥，来坐啊。怎么样？妈没事吧？
喜的是在大哥家。那就好了。传叶跟我说的时候啊，我还担心你整天呢都没有心情工作。是吗？你们不要一直误会我们，当然我们也有错，都怪我一时太紧张了，看到我不会生病，就和妈顶了几句，妈才会出走的。妈最疼就是你们两个，你们应该多在意点她的感受。我们当然在意啦。是啊，大哥，这一切都是误会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妈在这里住的不是很开心，搬回去你们那里也是好的。我想大哥大嫂比你们更懂得怎么样照顾妈。川国，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要照顾好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说不定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我们这里住的。好了，不要再说了。Mom, where to put Mama's things? 哎呀 ，Who wants to buy my things? Put it back. 这些工人就是这个样子，妈不在就以为他不要坐在这里了。二哥二嫂，你们不用装了好不好？如果你们不想妈住在你们家的，就坦白的说出来。我跟大哥是可以照顾妈的。好啊，如果你们愿意接妈回去最好，不要弄到最后没有人要收留她，还要送她去老人院。原来你们是真的这样跟妈说话的，难怪她要走了。我们的意思是，等到没办法的时候才会这么做的。阿叶啊，就算没办法，也不能把妈送到老人院的。大哥，你别再跟他们说了，说再多也是多余的，走吧。长国，大哥，你看你，我有错吗？看以后啊，谁送妈去老人院？你还说？雅弟 ，Yes, Mom. Clean that room and throw out the machine. 海妮，你还在为刚才的事不开心啊？你干嘛不说话啊？我还能说什么？你是在怪我喽？你干嘛去提老人院的事？我怎么知道他们不知道啊？我以为你妈去跟他说了。那你少说两句不就没事了吗？是啦是啦，现在是我的错，害你做不成孝顺的儿子。不说都已经说了，你要我怎么样啊？我要你怎么样？这是你要我怎么样啊？那离婚好了，你去找一个十全十美可以孝顺你妈的女人。好端端的，提什么离婚不离婚？大家都不可以同一个鼻孔出气，还做什么夫妻嘛？怎么样，吹到了吗？行了行了，你吹向这里，丽玲就吹不到了。不用管他的。是啊，妈妈，我不热，你吹。哎，传家还没有放工啊？他假夜班得事，没这么早回来。哦。是啊，爸爸每次没过12点是不回来的。他又驾早班，又驾晚班，不是很辛苦吗？他说驾2班得事可以赚多一点钱啊。你要看着他才好，虽然赚多一点钱，但是身体要紧啊。我会的。妈妈，你放心，等我明年中师毕业以后，我就会找一份工，那样爸跟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谁说你毕业之后可以找工作的？毕业以后呢，还要继续读书，不读多点书，怎么能够找到好工作呢？你妈妈说的对，你看你二叔，我才不要学二叔。立中，妈妈要睡觉了。哦，妈妈晚安。妈妈 good night。晚安 ，good night。妈，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你快去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妈妈晚安。晚安。其实你不用特地来送我回家的。怕你不安全吗？你放心吧，就算有色狼的话，他也未必打得过我。你这么好打？你为了找你妈，你忙了一天，应该累了吧？现在妈住在大哥大嫂那儿，我总算是放心了。没想到吧？
在我家念最多书、受过最好教育的，竟然也是最不孝顺的。每个人对孝顺的理解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只要给老人家吃、给老人家住，就是孝顺了；有的人甚至认为孝顺是老土的，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了。我都不知道我二哥二嫂是怎么想的，还是大哥大嫂比较好。只是你又在担心什么？妈是回了他们那里，可是大哥大嫂的经济状况又不好，我是怕因为我的冲动而连累了他们。好了，不要谈这些了。你想不想去吃点东西啊？你不说我都忘了自己还没吃晚餐。坐这边吧。你想吃什么不如就吃粥吧，比较清淡一点。 ？OK，那我帮你叫啊。哎，对不起啊。哎，是你们啊？来吃东西啊？啊，刚想叫你的粥。哎，好啊，马上给你煮来啊。哎，对了，问你们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这2天为什么阿和没有来买我的粥啊？阿和没来买粥？是啊，他这个人啊，平常风雨不改，天天都来买我的粥的，除非他老婆和老妈不想吃我的粥，可是不可能的啊。 阿和，阿和，阿和，你开门啊，是我们啊！阿和，开门啊！你去了哪里啊？不可能不在家的嘛。阿和，阿和，开门啊！阿和，阿和，出事了！ 阿和，阿和，你怎么了？阿和，你怎么了？医生，哎，怎么样了？病人的肾脏已经衰竭了，要马上接受洗肾。阿和也得了肾病。我不要洗肾，我不要洗肾迷信，我不要洗肾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阿和，你不要这样！我要回家！阿和，你的情况这样，一定要洗肾的。我不能洗肾，我要回家！你洗了肾，身体才会好的。你的肾脏出现了问题，如果你不洗肾的话，尿毒就会堆积在体内，到时你要回家就更难了。可是，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家人，如果你想见他们，想照顾他们的话，就一定要接受洗肾，然后回去看他们。 你也饿了吧？吃点东西。阿和，你干什么啊？阿和，你怎么了？我求你们，帮帮我！我现在不是在帮你了吗？你们一定要帮我！你们一定要帮我！我不能死，
我还要照顾他们，我不可以死啊！放心吧，你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在洗肾，我还有糖尿病，我知道我不会活得很久。只要你肯去洗肾，不要让病情恶化，就一定会没事的。阿和，对自己有信心是打败疾病最好的办法。虽然这种病不能痊愈，但是你想想你妈，还有你老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啊！我怎么样坚强也没有用，我都没有钱，我连家都负担不起，我哪里拿钱来洗肾？这一点你不用担心。NKF 的洗肾计划是专门为这些家庭贫困的肾脏病患者提供津贴的。我会去帮你问问看怎么样申请，洗肾绝对不是个问题。就算可以洗肾，那么他们，我不在，谁来照顾他们？我建议把他们送进疗养院，至少那里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可以照顾他们，这样你也可以安心的去洗肾。疗养院也要钱呐。钱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去帮你问的。放心吧，会有办法的。妈妈，我要上学了，再见。妈妈，再见。过马路的时候小心点啊！哦，拜拜。其实你不用送我去洗肾中心，很近而已嘛。就是因为很近，走几步就到了，你不必那么麻烦呐。一点都不麻烦啊！你还要去上班呢，会不会迟到啊？现在时间还早，不会迟到的。以前你对我那么好，我还……妈，不要提以前的事啦。对了，你下了班不用赶着回来煮饭，我会煮的。妈，你应该多点休息。我放了工回来还来得及煮的。你不用赶得那么急，反正我在家里也是闲着，我煮也一样，煮饭走来走去也是一种运动嘛。1、2、3、4、5。你快去上班吧。哦，那你小心一点哦。好，拜拜。好啦，大家今天做得很好，我们休息一下吧。你好。哎，你来啦。是啊。哇，你今天的气色看来很不错啊。是啊，真的是比以前好了。刚才我看不清楚，还以为是哪里来了一位小姐呢。你又拿我开玩笑了。我是说真的。怎么样？回去你大儿子那边了吗？是的。回去住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住的心里舒服。是啊，我以前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样？需不需要人家送你回去啊？不必，我可以自己回去。那你要小心一点哦。哦。对了，唐小姐，什么事啊？我妈和我老婆进疗养院的事，如果安排不来就算了，我会努力赚钱送他们进去。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不过你放心，应该可以办得到的。那谢谢你。听说啊，那个阿和啊很可怜的，你看他那个样子，家里的老婆还躺在床上不会动，妈妈又中风，真惨哦。他没有亲人照顾他吗？就是什么亲人也没有。哎，唐小姐，阿和是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不能够将他的家人送进疗养院？嗯，虽然我们可以帮他申请一些津贴，但是还是不够的。我想发起一项筹款活动来帮他，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好。
试一下。好。你在这边车下去，然后把它翻出来，就有一个花样了。哦，我还以为很容易，原来要花那么多功夫的。风是百纳贝啊，是一门学问来的。今天大家要好好的向雅妹老师学习了。那倒是真的，做这种手工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妈妈，你过来看看我们做对不对？好。你看，哇，爸爸，你做错了，不是这样的。怎么不是啊？撕片吗？你看你做的乱七八糟的。哎呀，这比架得势还要难呢。当然了，差不多了，时间到了，去开工吧。哦，妈，我去开工了。哦，结束，你们慢慢做哈。爸爸再见。啊，再见，我去开工了，你们好好做啊。开车顺利啊。拜。哇，你们两个连一个花样都拼不出来，一定是没拿过针线的。都不知道怎么样缝才好。我看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不如我们去跟大家买东西吃好不好？哎，好啊，好啊。那我们走吧。好啊。我从来都没有看见我妈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如果她天天都可以这样，那就好了。那当然可以啦。每个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都可以找到快乐。你看张校长和阿珍，不也是一样开心吗？如果不说，我还真的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常常需要接受洗肾的病人。人间的温情往往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更可以改变人的想法。你看看他们和阿和，虽然不熟，可是大家为了帮助他，也发挥了团结精神。他们是在你的鼓励下才发动起来的。我只是起着螺丝钉的作用，靠的还是他们的自发和合作。其实我很羡慕你的。羡慕我？羡慕你可以为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啊。其实你也可以啊，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抽出时间而已嘛。我要向你学习。好啦，高帽子会压死我的。我说真的。好啦，我们去买东西吃了，要不然到时候就没有东西吃了。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 project 由你负责的，你不知道。那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可是这个设计你也同意了。我是因为相信你，我才批准的。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个 project 给弄砸的？如果设计上有问题，设计师应该负全部的责任。以你的经验，你看不出设计有问题吗？如果你看到设计有问题，为什么不通知我？如果我知道设计有问题，我就不会批准。现在 Mr. Lee 要见我，如果他怪罪下来，你也逃避不了这个责任。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叫设计师重新设计啦！我要的不是解释，而是结果。你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承认这是我一时大意。你一向做事都很小心的，这次宁安园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还有啊，我听说最近你在开会的时候，没有听完下属的报告，就自作主张提早上会，有没有这种事呢？那是因为我临时有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公司的事不重要。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把宁安园交给你，就是相信你。你现在搞成这样，我怎么向董事们交代呢？我已经叫他们重新设计过了。现在改设计有什么用啊？我本来看好你，想向公司提议升你的职，现在你搞成这样，我看谈都不用谈。Mr. Lee， 我希望你能给我多一次机会。那话是你自己说的，如果再搞不出成绩，你自己知道后果，啊？你看你呀，心情不好也不需要吃那么急嘛。
只不过是给 Mr. Lee 说几句，你干嘛这么在意啊？说的不是你，你当然不在意。你没看见他当时脸有多黑？我是听说他老婆跟他吵架，心情不好，又发生这样的事，他才会发脾气的。都怪自己做错事，他才会这样。其实你这次做错决定，还不是因为你妈？不是吗？如果不是他那时候离家出走不见的话，你也不会这样匆忙做错决定。所以你这次啊是被你妈害的。好了，不要说了。现在他搬回去住也好，要是他继续留下来的话，我才为你担心呢。怎么啦？不舒服啊？可能吃的太快了。都叫你不要吃这么快了，事情过去就算了吗？哪有这么容易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Mr. Lee 有说什么吗？除了叫我马上补救之外，还能说什么？哎，韩妮，你想到办法啦？想不到也要想啊，你知道吗？他说他今年原本要推荐我升职的，只不过因为我把事情搞砸了，所以我看希望很渺茫。哎呀，韩妮，你不用怕，你这么有才干，我相信公司一定会升你的职的。现在不升，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喂，真的很不舒服啊？可能是胃记胀，那我不吃了。好了，不要吃了，不然呢，等下撑坏自己了。大妮啊，麻烦你把这钱交给大哥。哎呀，他们不是说不要我们照顾妈了吗？说是这么说，你也知道他们环境不好，妈要洗肾，这钱还是要拿去的。要我送，你自己不会送啊？为什么要叫我送？我们两个大男人难说话吗？不然你拿给大嫂，就跟她说这是妈的医药费。我真的是想不通，人家用什么态度来对我们？你妈又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帮他们呢？哎呀，叫你拿去就拿去吧。听说最近美国有一个高级晚霜很不错，可是价钱也贵得离谱，几样东西加起来啊就要整1000块了。啊，这么贵！我平时花100块钱买化妆品都觉得很贵了。小姐啊，1分钱1分货，只要是有效啊，贵点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啊，什么东西都能省，就是啊，化妆品不能省。看，老公会赚钱就是这样的啦。哎，可怜我们呐。哎呀，本来是没有这么多钱的，是他刚给了我1000块钱。他给你1000块钱 shopping？ 你以为啊，这是他要我啊送去给我家婆的洗肾费还有医药费？你想拿这些钱去买化妆品，是太好吧？我越想越不甘心，他又不是只有我老公这么一个儿子，干嘛要我们付全部的医药费？就是嘛，妈是大家的，钱应该是大家喜欢才对。所以我说我老公笨啊，要做个孝顺的儿子，名字是好听啊，但是啊，吃亏的是自己。你未必啦，都说是妈了，是妈又怎么样啊？有事的时候谁要照顾啊？大家还不是推3推4，这个说忙，那个说没有地方住，可是老人家一过一天啊，大家就来争财产啦。哎，你说的对，不过我跟我那家婆也没什么财产好分的。好，那就更不用管他了。像我妈有那么多个儿子，最后谁来养啊？不过我妈还算聪明，自己选去老人院住，不用麻烦我们。你妈妈自己要去老人院？你妈肯自己去还好，我们只是说说而已。我那家婆就一脸的委屈，好像我们要了她的命一样。去老人院有什么不好？有的吃，有的住，又有人看。哎呀，谁想去老人院啊？难道你们老了也要去这种地方吗？总而言之啊，我觉得你不需要把钱送过去的。钱是用来洗肾的，不给不好吧？听说没钱洗肾会死的。哎，你不要吓人啦，哪有那么容易死啊？钱给习惯了，他们就什么都依赖你。以后如果你不给钱的话，他们就说你不孝，何必背上这个罪名？不值得的。哎，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算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产品在哪里买啊？不嫌贵啊？反正手上有钱，不买白不买啊。你真的不打算把钱送给你家婆啊？你老公知道了怎么办？我最了解我老公的，他什么都不过问，就算每个月把钱扣起来啊，他也是不会知道的。哇，那你不是有很多钱可以 shopping？ 对呀，来，带我去看走。怎么样？好点吗？我看了，吃点药，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对了，你帮我准备些面包，我要带出去的。你还要去加夜班啊？
你已经歇一整天了，我看你别去了。不要紧的，多加点，多点收入嘛。传燕还没有把钱送过来。大家闹成这个样子，教人家怎么送钱来？为什么不可以啊？妈还是妈，难道他们就不管了吗？就算他们不管，我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开口跟他们要钱啊？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向 NKF 申请降低妈的洗肾费啊？上次妈申请的时候啊 ，NKF 的人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他们是以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为考量。不过这也是对的，妈是我们的，总不能完全依赖人家帮我们出钱嘛。那就没办法喽，只好先撑着，等传国的贷款还清之后，可以和我们一起帮忙照顾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我去睡啊，你记得叫醒我。哦。哎呀。我要去叫德师了，哎呦！你不要去了，你还不舒服的。我一定要去的，没事。哎，来，喝点热的才去。还有你的止泻药。谢谢。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呢，就早点回来，少加一趟没关系的。哎呀，我走了。小心点啊。喂！打开